从爱宝这个小动作上，居然看出了吃醋的意思。瑞宝、辉宝每天都趁妈妈体检的时候来混小零食，时间久了，爱宝不乐意了，自己吃的小零食都变少了，所以爱宝在体检时给瑞宝、辉宝顶开，自己霸占了整个体检窗口。看瑞宝、辉宝这不服气的样子，姐妹俩的反骨真是越来越重了。眼看撼动不了妈妈的 C 位，姐妹俩改道钻到了护栏下面，姐妹俩咿咿呀呀的叫爷爷给自己也喂一口。爱宝防止瑞宝、辉宝给自己的小零食吃掉，爱宝张大嘴巴提醒奶爸别放错地方。一会儿出门营业，将爷爷这里找来一个好玩的，是一根大号的雪竹竹子。这根雪竹竹子高到画面都要放不下了。姨姨们以为将爷爷这是要学宋太公钓熊，结果将爷爷对姐妹俩讲说是给妈妈的，让姐妹俩不要动。将爷爷将竹子插在了小亭子上离开，姐妹俩才不听呢。瑞宝坐在小树上，刚好能碰到竹子，瑞宝直接给竹子拉到自己的身边，毫不客气的开吃，这样吃竹子更加美味，因为这和在树上采摘野生竹子没什么区别。瑞宝连续几次的采摘，给上面的竹叶全吃光了。等爱宝回来时，就只剩下一根竹竿了。晚上姐妹俩吃完奶，辉宝这里猛地站起身，查看爷爷手里还有没有小果果时，发现辉宝的身高已经达到爷爷的肩膀了。姐妹俩真的在暴风式成长呀！而为了弥补爱宝没有吃到自己特意准备的那根竹子，给姐妹俩喂完奶后，将爷爷单独给爱宝进行了一场舒适的按摩。当然，将爷爷也不能忘记他的宝贝女婿乐宝，在奶爸按摩时一直蹭来蹭去，这说明自己的按摩手法得到了乐宝的高度认可，这给将爷爷的情绪价值直接拉满。今天瑞宝趴在小树上睡觉，这个样子让姨姨们有一瞬间误以为是福宝。瑞宝和辉宝姐妹俩现在长得越来越快了，瑞宝对小树的使用越来越熟练，趴在小树上睡觉也是越来越享受。今天早上姨姨去看福宝一家，虽然福宝一家暂停营业了，但是来看宝家其他成员的姨姨依旧很多。早上姨姨到达园区时，爱宝和辉宝正在小亭子上吃竹子，一幅温暖和谐、母慈子孝的画面。中午将爷爷来到园区收拾竹子，辉宝这时跑来骚扰爷爷，骚扰完爷爷就躲到了树后面，以为这样爷爷就抓不到自己，将爷爷摸了一下辉宝的头，然后学着辉宝的样子也爬到了树上。将爷爷表示辉宝要像自己这样，敌人才打不到自己。作为宝家除了福宝以外第二大反骨熊，肯定忍不了爷爷这般调戏。辉宝激动的想抓住爷爷，但是没抓稳，一头栽了下去，给地面砸得尘土飞扬。辉宝紧接着立马爬起来追上爷爷，这次辉宝成功抓到了爷爷，抱着爷爷的皮靴用力啃咬，但是由于身高和地形的原因，辉宝依旧是被爷爷耍来耍去，而辉宝的脾气也越攒越大。辉宝在不断的跌倒中渐渐的成长，而江爷爷这里一时也玩得有些忘我，想着一定不能让辉宝抓到自己。江爷爷越爬越高，直接爬到了树顶。江爷爷此时的心智和宋3岁不分上下，以后可以和宋爷爷齐名，叫做江4岁。江爷爷还玩起了道具战，往瑞宝下面扔竹子。江爷爷这下直接给辉宝拿捏了，只要辉宝不爬上去，那江爷爷始终都是安全的。而等辉宝爬上去后，江爷爷还可以从另一面安全撤离。辉宝被爷爷耍得团团转，虽然满身脾气，但是根本无力反抗。辉宝这个小可怜在树上不断的辗转，看着灵活的爷爷，始终都是气不打一处来。最后江爷爷怕辉宝生自己气，怕辉宝记仇不喜欢自己了，爬上树和辉宝道歉讲和。恋爱宝乐园的雪还没有融化，宋爷爷和圣希阿姨开始为熊猫宝宝们堆雪人了。圣希阿姨在台子上拍拍打打，很认真的在为雪人捏出轮廓，很快就成型了，但是不知道最终具体要捏成什么样子呢？相比圣希阿姨来说，宋爷爷的进度好像有些慢，是因为宋爷爷的这个雪人胖嘟嘟的，相对耗费时间久一些。宋爷爷还认真的勾勒出熊猫的爪子。宋爷爷观察了一下，感觉这个雪熊猫还不够胖，又用雪夯实了一些。这只熊猫可太形象了，而且姨姨们越看越眼熟。另一头，圣希阿姨的可爱熊猫雪人也要大功告成了。相比宋爷爷捏的来说，这个雪人体格小小的，就好像是熊猫宝宝。宋爷爷大功告成后，在熊猫雪人上写下了 FU 的字样，看样子这只熊猫雪人代表的就是福宝了。宋爷爷这是又在毒雌雄了，也是想让乐宝看看他的大女儿。宋爷爷还为他插上了些竹子以及一些小零食，这些都是福宝爱吃的。宋爷爷满满的成就感，迫不及待掏出手机与福宝雪人合拍了一张照片，这也算间接和福宝合影了。看得出来宋爷爷十分高兴。随后乐宝慢悠悠地爬上台子，在雪人前吃起了竹子。
这让圣希阿姨的情绪价值拉满了。这个画面好令人感到欣慰。可惜乐宝一不小心，一巴掌把熊猫雪人的头打掉了。乐宝吃了一阵后，用后爪挠了挠脖子，看得出来此时乐宝非常惬意。而底下的雪人福宝就在一旁静静地陪伴着乐宝。在小亭子上吃差不多后，乐宝走下小亭子，他可算发现了福宝雪人。乐宝看起来很兴奋，一下趴在了福宝身上。糟糕，乐宝的力气太大了，福宝的耳朵掉了。眼瞅自己给福宝雪人弄坏了，乐宝似乎也有点后悔，在福宝前趴了一阵，仿佛是在跟福宝道歉。之后乐宝就安安静静在一旁吃竹子了，像是个犯了错误的小孩。是今年乐宝第一次抢着要来室外园区营业，并不是因为室外园区有竹子，而是因为室外园区的雪。一下午没来室外园区，这雪都快有10公分厚了。乐宝躺在园区里打滚的样子，一下给姨姨们拉回到了前几年。以前乐宝就喜欢倒挂在小亭子上，以前的爬梯不是很牢固，乐宝折腾2下就会被拆下来。而现在乐宝可以放心倒立了，小亭子换成新的了，不用担心爬梯会被自己拆掉。乐宝刚来室外园区时，室外园区被白雪覆盖的宛如雪原一般，姨姨还在乐宝的小床上堆了2个小雪人。不过乐宝并没有发现，乐宝只想给自己的小亭子做标记，在小亭子上一直滚来滚去的，不知疲惫的翻滚。乐宝从小亭子上一路滚到了地下，重点是乐宝全程后背都没有离开过雪，真是舍不得与雪分离。乐宝要给园区的每个角角落落都做好标记。一会儿，乐宝来到了他熟悉的小躺椅前，小躺椅已经被厚厚的雪覆盖了。乐宝一下没闻出自己的气味，接着乐宝又走去了饮水盆喝了点水。喝完水，乐宝展示了一下什么叫做真男人。乐宝一脚踩进了自己的饮水盆里，然后又将饮水盆的水弄到了自己的身上，顺便还洗了洗脸。乐宝是真不怕自己的皮套结冰。一番玩耍，乐宝玩累了，来到了小木床上。小床上还有姨母用雪制作的呆萌小鸭子。乐宝一边吃着姨母给自己准备的小零食和竹子，一边观赏着姨母给自己堆的小鸭子，很是享受。瑞宝、辉宝从早上来到园区后就开始整活。先是辉宝看到妈妈此时在睡觉，不跟自己玩，辉宝对着妈妈的屁股就咬了一口，给妈妈的尾巴咬下来一大口，都快要给妈妈的尾巴咬秃了。完事儿还若无其事地爬到妈妈身上，跟妈妈继续贴贴。爱宝让辉宝老实一点，然后一把给辉宝搂进了怀里，让辉宝一起睡觉。但辉宝并不困。辉宝从爱宝怀里跑出来后，蹲在妈妈的竹子堆里，打算在里面产青团，但结果辉宝身体重心越来越向后，差点顺着竹子一起掉下去。而辉宝这里自己反被自己吓了一跳，这突然跑走的动静搞得爱宝也从睡梦中醒来，查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。辉宝早上的这一折腾，爱宝一直都没有睡着。都说爱宝每天睡觉比较多，但实际看上去，爱宝睡觉跟不睡觉时一样累，随时都要时刻警惕着园区的一举一动，担心着瑞宝、辉宝的安全。眼看妈妈这里已经不安全了，辉宝又跑去了此时正在饮水盆前喝水的瑞宝身边。辉宝上来就开始捣乱，为了阻止瑞宝喝水，辉宝上来就踩进了瑞宝的饮水盆里，在瑞宝喝水的饮水盆里面洗起了脚。辉宝现在的口碑已经不亚于4、5岁了。等瑞宝给辉宝赶下来时，可以看到辉宝不仅洗了脚，尾巴也洗干净了。